这是强子改车最惊险的一次。两人正行驶在墨西哥的一处小巷时，直接埋伏的劫匪扣下按在墙上，这可把他们吓得不轻。要说强子来墨西哥的原因，还得从改装这辆奔驰 G55 AMG 说起。正在工作的两人接到了老板的电话，让他们去港口拿车。这次的改装很有趣，要打造一辆高规格移动堡垒，搭配上各种军用装备，作为重要人物的安全护盾。两人拿出照片开始研究，看着眼前各种防弹军用车，意识到这次是一个大活。来港口拿到车后，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开上去浪一番，但之前老板特地交代，只需要检查车身有没有划痕就好，不用试车。这俩活宝可不这么想，而且就算开了，老板也不知道。于是就在港口肆意狂飙，两人开得正嗨时，车子突然出了故障，马力大幅降低，车内故障灯也亮了。强子这才意识到闯了祸，只能灰溜溜的把它装车。这俩人还不算太笨，知道刚才开车时弄上了你，所以要去洗车再带回去。可没想到他俩人就在老板的办公室下面洗，这不就是掩耳盗铃吗？老板本来想下去教训两人，但他看到这俩活宝的二货行为后，直接被气笑了。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别拿改车开玩笑。强子洗过车后就回到了车间，和长发哥商讨改车细节。他们设身处地的思考，认为在危险关头，首先就是要快速逃跑，所以马力一定要大。他们打算加装氮气加速，如果情况再坏一点，跑不掉的话该怎么办？这时车身的强度就很重要，所以两人要给车子装上金钟罩，还有就是安保系统和外形。不过目前对于后面的两步，他们没有太好的想法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把车修好。强子把手机和车子连接，当长发哥踩下油门时，显示的是油门感应器失灵，好在这不是个大毛病，很容易就修好了。接下来就是安装氮气加速，它的原理是在短时间内向引擎中打入更多的氧气，让活塞能产生更大的推动力。但要注意的是，氧气和燃料的比例要正确，不然很容易就会产生爆炸。长发哥在车里安装了氮气瓶，然后用导管连接到引擎上，一套氮气加速就完成了。他们先在车上进行测试，这个没问题后，接下来就要去室外实测了。加了氮气喷射的车子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动力提升？强子把这辆奔驰 G55 AMG 开到跑道上，要对它进行测试。由于车子本身的底子就不错，所以在没有开氮气的情况下，速度仍能保持在时速120。下面就是打开氮气装置测试，这是有很大风险的一步，有一定几率会让引擎爆炸，所以两人不敢掉以轻心。可以看出这次马力有很大的提升，时速达到了160。看来第一步加速装置就算完成了，接下来就是加上装甲板。这个他们并不在行，但长发哥学过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，知道久病成医的道理。他让强子查一下哪个地方的绑架案最多，结果排在第一的就是莫老哥。他俩毫不犹豫，直接就坐飞机去了。强子在当地有个熟人叫劳夫，他是专门负责改装防爆车的，早已等候他们多时。在接上两人后，直接带着他们来到了靶场。这里有2辆装了不同防弹材质的车，一种是重装钢板，另一种是轻量科维拉。当强子拉开钢板车门时，明显感觉到非常重，这种材质要是用到奔驰上，会大幅度降低行驶速度，加的氮气也成了摆设。可当他拉开加勒克维拉的门时，却轻松很多。而且根据劳夫介绍，这是防弹衣上的材质，效果和钢板差不多，不过价格更贵。强子让他不要担心价格，反正不花他的马内。了解好选材之后，劳夫决定送他一个特殊体验项目，一定会让他们措手不及。只见他开车拐进无人小巷，两人正在车里聊得热火朝天，突然一个急刹车，身边冲出来一群蒙面人，直接把两人按在了墙上。看到两人的窘况后，劳夫一声大笑，才给他们说明了情况。为了让他们理解防爆车的真正作用，劳夫专门请来了导演菲利普，他是专门拍绑架电影的，所以这方面有很多经验。这次的遭遇让强子意识到，在监控的死角必须要锁死车门，同时车上也要安装监控系统，时刻观察周围情况。这次的墨西哥之行让他们印象深刻，给改车带来了很多灵感。这个人为了打造一辆防弹车，直接借了一辆装甲车开回车场，那巨大的轰鸣声吸引了正在开会的众人。老板看到这一幕赶紧出去质问他又搞什么幺蛾子。强子说想给他找点灵感，但老板直接让他闭嘴。看着地上被压坏的路，老板心疼地说要扣他工资来修路，并呵斥强子赶紧把车开走。强子无奈笨拙地倒着车。You know what? I've had enough of this. 虽然他的做法让老板很无语，但确实带来了一些灵感。老板意识到在外形上一定要足够的威武霸气，而且内饰也要豪华，能让你完全隔绝外部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车子外表的喷漆，老板选择了军绿色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军绿色总给我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。趁着老板在设计外表，强子哥俩也没闲着，他们买来了科维拉，
这是一种神奇的合成纤维，当其与特定的材料混合后，能产生让人意想不到的防弹效果。他们把科维拉装到4个门板上，然后就取下了侧门玻璃。两人来到玻璃厂，打算贴上一层特殊的膜。贴了膜之后，虽然玻璃在受到攻击时还是会碎，但是依然无法从外打破。要是你想从里面逃生，只需要轻轻一推就可以了。这么做既不用增加玻璃厚度，还保证了强度，可谓是一箭双雕。目前车子已经基本完成，不过鉴于上次在墨西哥的经历，强子要给车装上360度全景摄影系统，实时监控车身周围状况。他们在车身4周打洞，可以看出来清晰度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不过只有这个还远远不够，如今智能手机已经普及，很多车子都能和手机联动。这辆车作为安全防爆车，遥控功能还是很有必要的，而且还有一个炫酷的功能，就是自动检测。看到这个功能，你想不想给你的豪车也装一个？现在车子硬装已经完成了，工程师在连夜加班，对车子进行最后的调整。当你看到车子的成品后，一定会也想找他们改装一辆。Wow. 这种硬汉军事风，我想没有男人会不喜欢吧。接着老板就让强子开车，直接去了客户家里。这个客户还是英国的一个明星，你们能认出来他是谁吗？他让强子载他去音乐节，车子一亮相就吸引了美女的注意，可以说改装的是非常成功的。